这座极尽精美的石牌坊下边，经常会有汽车往来穿梭。它就是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的南樊石牌坊。这是一座清代石牌坊，始建于清嘉庆9年，也就是公元1804年。从那时算到今天，它已经有了222年的历史。如今这座石牌坊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是我晋南之旅的重要目的地。每个到晋南访古的人，如果你要途经绛县，请务必给这个地方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现场参观一下。相信我，绝对会不虚此行的。大家好，我是徐工，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今天的绛县访古之旅正式开始。我是2024年5月过去的，因为村路比较窄，所以我把车停在外边的宽路上，余下的路步行，好在没走多远也到了。现场的文物看点共分为2处，分别是南樊石牌坊本体以及它配套的碑亭，待会儿我们也要分开来看。我们在南樊石牌坊的边角处能看到很多悬挂的风铎，石牌坊当心尖的2侧各有一个墩石，墩石下边则另有瑞兽，上方中间则题写着铜管杨修4个字。铜管是宫内女官所用之笔，专门记录后宫女子德行，杨修则是宣扬美好善良之意，合在一起则是宣扬祖母的美德。下方镌刻诰封中县大夫贾宁端之妻李宫人节孝方，说明他们家族当官的不止一个，至少祖孙都是官，在当地绝对是望族。右侧题写着百州一饭4个字，这个典故源于《诗经·庸风·百州》，原诗有知死10米他之典故，用于此处则指代妇人守节之举。左侧题写的竹妃流芳就没什么可解释的了，了解字面意思就够了。再往上的2块牌匾则分别写着经表和圣旨，说明它是一座奉旨建造的牌楼。它另一侧中间的牌楼写的是季兰至美4个字，也是强调美好之意。右侧写的冰雪奇节4个字，理解其字面意思即可。左侧的松云笔针同样是读懂字面意思就足够了。现在我们来看碑亭，碑亭的正中间是一块清嘉庆9年的碑，这一年就是牌坊的始建年份1804年，上面的字是经表诰封中县大夫詹氏主簿贾宁端继妻李宫人节孝重嗣碑。如果看它的下部，你还会发现托碑的碧玺已经没有头了，不知道被谁给齐刷刷的斩掉了。而周边各种形状的小片内容则是其他人题写的赞，比如旁边这块书卷型的就是一位名叫雷茂先的举人所题写的赞文，而2侧的阙题则是由花草纹和凤鸟构成，下方2侧还各有一个无头的仙人。另外这个碑亭是有平旗的，上面满是花草瑞兽的佛雕图案，而它的下边竟然还是多处隔扇门，上边雕刻着各种博古纹，这种花纹代表着古代文人的雅趣偏好。我们在碑亭的外侧还能看到承重柱下的石柱础，这很明显是复合型的石柱础，其中有方鼓、复联和雾灯，甚至还夹着一块生锈的铁。至此我们就大致看完了石牌坊和碑亭的外观，现在是时候讲讲这处石牌坊的来龙去脉了。刚才我们提到这处石牌坊是在山东任职的官员贾宗洛为他的祖母李氏所立下的牌坊。在他祖父贾宁端去世的时候，祖母李氏才20多岁，她没有改嫁，而是选择守在家里，含辛茹苦将儿子贾仲林抚养成人。但不幸的是，贾仲林虽然考取了功名，也当上了湖北荆州知府，但不幸早亡。李氏只能和孙子贾宗洛相依为命，并一路将孙子抚养长大。之后在贾宗洛考中功名，当上了官之后不久，李氏便撒手人寰。贾宗洛为缅怀祖母恩德，特意携子守孝3年，并将祖母的事迹上报朝廷。嘉庆帝知道后大为感动，特意拨了一笔银子，在南樊镇建造了这座牌坊。当时的南樊镇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有那么一句俗语说得好，金乡岭，银太平，数了曲沃数一城，剩下绛县不出名，南樊赛过北京城。可见昔日的南樊是个多么繁华多么热闹的地方。如今的襄陵和太平已经合并成了现在的襄汾县，而南樊如今的状况也无法和当初相比了。不过在当时，李氏的故事随着这座繁华的牌楼也在当地流传了开来。以上便是这座石牌坊诞生的始末。我们一路说到这里，按说应该批判一下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了，但我们今天换个思路，重新考量一下这个问题。
要知道古人只是古，不是傻。既然当时的很多女性都选择守贞不改嫁，这很可能意味着守贞的性价比是要高于改嫁的。我们今天且不谈田产问题，也不谈改嫁后地位下滑的风险，单单就说她守寡一生换来的这个石牌坊，就足以给自己的婆家娘家都带来好的名声。那时候的好名声和人的权力地位是直接挂钩的，别说是古代了，哪怕是我们父辈祖父辈的那个时代，组织在用人的时候也会考虑这种所谓的名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当初为了这个名声，连离婚都很受限制，绝不是一个冷静期那么简单的。不光是手续麻烦，甚至离婚这种事儿往往会被视为作风问题。只是在人员流动性日益加大的当下，那些所谓的名声才逐渐销声匿迹了下去，人们才有了更自由的选择人生幸福的权利。只能说当下的我们生在了一个自由的时代，它绝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漫长岁月中那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却足以改变很多人一生的命运轨迹了。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